唐朝早期的中國被廣泛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。但看過太平年，大家不禁會思考2個問題：首先是好好的大唐盛世，怎麼突然之間就变成群魔亂舞的人間地獄了？再者就是宋太祖趙匡胤，作為結束這個亂世之人，可說居功至偉。那為什麼他不能與秦皇漢武一般位於千古一帝之列呢？首先，我們要從客觀唯物的角度出發，由5代十國形成的根本原因来了解為什麼中國歷史上一定会出現5代十國。為什麼5代十國只出現了一次，也只可能出現一次？了解這些上面的2個問題，自然也有了圓滿的答案。了解5代十國的形成，僅從朱溫篡唐開始看，確實容易困惑。但我們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一些，以兵制變遷為主線，就會發現歷史的脈絡開始逐漸明朗起來。各位客官，請有些耐心，今天說的可能有點長，但好處在於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問題梳理清楚。自秦漢開始，到三國和两晉時代，國家基本都是實行士兵制。所謂士兵制，說穿了就是階層固化。到了年齡服兵役，父親是兵，兒子也是兵，哥哥戰死了，弟弟補上，軍戶不得隨意改行或轉籍。這套體系看起來是可以保證兵源穩定，但全靠強力的國家機器在背後維繫，所以壞處更加顯而易見。軍戶的作用就是上戰場賣命，純純的韭菜，沒有社會地位，也沒有錢，逃亡的越來越多。再加上三國、两晉、南北朝打了幾百年的仗，到了南北朝的西魏時期，兵源已經面臨枯竭了。西魏的宇文泰為了與東魏抗衡，把士兵制改革為府兵制。士兵的來源不再是單純的軍戶，而是兵農合一。府兵制嚴重依賴均田制，因為一切的前提是國家有足夠多的土地。具體辦法是國家把地分給農民，當然不是白給。平時農民種地上稅，遇到打仗，農民就要放下鋤頭服役，為國家賣命，裝備和軍糧自己備。這個政策顯然比較雞賊，不但國家節約很多養兵成本，也避免了軍隊私有化。將領手下沒有長期穩定的兵源，自然也減少了造反的風險。雖然沒有產權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不高，但在運作初期效果也比較好，因為府兵制與當時的國家狀況很匹配。隋朝和唐朝早期连年戰爭損失的人口基數還沒有恢復，國家有大量土地可以分配，戰爭也基本都規模不大，打完回家繼續種地，啥事也不耽誤。但到了唐太宗後期、高宗、武周時期，府兵制開始現出頹勢，戰爭頻繁，時間也越來越長。比如東征高句麗，西攻吐蕃，長期駐兵防禦突厥，士兵出發動輒1年半載，多則3年5年，耕地荒了，老人孩子挨餓，士兵再次出征也沒了口糧，形成了惡性循環。更要命的是，國有土地不斷流失，流失的大致方向是皇帝賞賜給有功之臣，同時腐敗官員、豪強和不斷興建的寺院都侵吞大量土地為私產。農民在國家這裡分不到土地，就只有給地主當佃戶。既然種的不是國家的地，自然也就不需要再服兵役，原本該上給國家的稅收也落入了地主的私人腰包。這種情況下意味着均田制名存實亡，那麼依賴他的府兵制自然也就無以為繼。轉了一圈又回到原點，國家又開始面臨兵源緊缺的問題。到了唐玄宗時期，朝廷只能實行募兵制，說白了就是當兵給發工資，管吃管住，這也是職業軍人的早期版本。兵是招上來了，但新的問題再度出現，那就是特別燒錢。國家的財政基礎是府兵制收農民的地稅，現在這些收入都被地主拿走了，國家根本沒錢支撐募兵制的開銷。當權者既想招兵，又試圖轉移軍費壓力，於是很聰明地打開了塵封已久的潘多拉魔盒，那就是下放募兵制的權力給各地节度使。誰有錢有能力，
就自己招兵養兵。節度使自己招募的職業軍人，沒受過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，當年也沒有新聞聯播，誰也沒見過皇帝老兒長什麼樣，吃誰的飯自然就效忠誰。這些節度使逐漸開始擁有穩定而忠於自己的班底，兵權在手，經濟又獨立，自然滋生野心。在這裡要重點解釋一個概念：牙兵。牙齒是人身體中最堅硬的部位，顧名思義，牙兵就是各節度使手中最精銳的兵馬。他們世代傳承，靠血緣與利益組成小團體，到後期甚至擁有了廢立節度使的權利，而且經常出現殺害節度使、自建勢力的現象。他們建立的勢力往往以藩鎮形式出現，這就是藩鎮和節度使割據的根源，也是五代十國的萌芽。當然，這時候所有人都只是蠢蠢欲動，誰也不敢當那只出頭鳥。直至後來有一個做大做強的節度使出現，敲響了唐朝的喪鐘。這個人就是安祿山。到了開元、天寶年間，唐朝面臨的邊防壓力越來越大，東北有契丹，西北有吐蕃，正北還有突厥。為了抵禦外敵，朝廷只能給節度使加強補給。其實節度使這個職業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邊防問題而誕生的。它的特點就是黨政軍一把抓，好處是省去層層審批、互相制約的短板，對突發情況可以迅速反應。缺點當然也很明顯，一是天高皇帝遠，權力不受制約；二是長期駐防在一地，錢粮、情報系統和手下軍隊自成體系，俨然是一個個的半獨立軍事集團首領。安祿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壯大起來的。他一人兼任平盧、范陽、河東三鎮節度使，說簡單點就是幽雲16州，手握唐朝東北方向最重要精銳的兵力。這種權力在其他朝代，即便是親王、郡王掌控，皇帝也不一定會放心。為什麼唐朝的制衡機制會出現如此嚴重的漏洞呢？始作俑者是宰相李林甫，他執政時期為了壓制朝中的文官武將，建議皇帝提拔胡人做邊防將官，理由是胡人不懂政治，更容易控制。胡人容易控制嗎？結果顯而易見，李林甫活着的時候，安祿山還算老實，因為此刻翅膀沒長硬，需要李林甫給他輸血和在政策上傾斜。李林甫一死，楊國忠上台掌權，首先就想削弱安祿山，防止他做大。今天看來，杨國忠的思路肯定是对的，但問題在於方式太激進，完全不計後果。他公開上奏提醒皇帝安祿山必反，數次試圖調動安祿山兵權，在朝野間不斷散布邊疆威脅論，核心思路就是逼迫安祿山二選一，要麼交出兵權，要麼朝廷就按意圖謀反收拾你。安祿山的反應也很典型，表面裝忠誠，比如認楊貴妃為乾媽，自己暗中備戰。楊國忠這邊呢，幹着急又拿不到安祿山確鑿的謀反證據，多次對皇帝類似狼來了般的預警。唐玄宗晚年本就昏庸，在楊國忠的折騰下越來越不當回事兒。相反的，安祿山卻越來越緊張。當他終於憋不住先下手為強時，唐宮朝廷才發現完全控制不住。小結一下，安祿山並不是很優秀的天才名將，之所以這個危險分子能做大做強，歸根結底原因還是在於募兵制度的下放，邊境體制不合理，掌權高官昏招迭出，這一連串連鎖反應集中爆發。換句話說，安祿山這個反賊是朝廷一手養肥的，最後狠狠咬了主人一口。之所以說安史之亂影響深遠，不是因為這場叛亂中死了多少人，朝廷被打得有多慘，而是安史之亂從根本上改變了唐朝帝國的權力結構。安祿山造反前，朝廷的兵力分布如下：小部分編為中央禁軍，多數放在邊疆防範外敵，其餘地方散布零星兵力，根本不成建制。這也是為什麼安祿山一路勢如破竹直捣長安的原因。為了平叛，唐朝政府不得不四處尋找外援，已經到了有病亂投医的程度。不管什麼私人武裝勢力、邊防將領，甚至回纥人，只要能解決眼下的燃眉之急就可以。幫朝廷打完仗，
要對這些人論功行賞，朝廷已經沒錢了怎麼辦？給地盤封官，很多人分到了節度使的頭銜，於是各種節度使就像春雨後的蘑菇，幾乎一夜之間就鋪滿了全國各地。每一股勢力都是唐朝自掘墳墓過程中的一鍬泥土。可笑的是，其實這些節度使根本沒使多大的力，叛軍是自己內訌才爛掉的。757年，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殺死；759年，安慶緒被史思明反殺；761年，史思明又被史朝義幹掉；763年，史朝義戰敗後自殺。安史之亂就這麼結束了。叛軍群龍無首，向朝廷投降，怎麼處理這些叛軍呢？正常來說有2種方式，要麼斬草除根，防止春風吹又生，要麼就地解散，或打散編入自己的部隊。可是腦回路清奇的唐朝政府2樣都沒選，而是選了第3條作死之路，讓這些叛軍就地安置，在原來的地盤上繼續當節度使，等於說這些叛軍的軍事組織、地盤、財政啥也沒變，只是把安祿山的旗換成了朝廷的旗。和碩3鎮，幽州、承德、魏州就是這麼來的。朝廷更騷的操作是讓這3鎮叛軍自己推選節度使，是不是想偷懶不知道。總之，這種中二決策把本應該消滅的敵對勢力合法化成了唐朝的地方官，後果就是徹底失去控制，發展成一個個的獨立王國。有人會質疑，安史之亂過後，唐朝不是延續了將近150年嗎？那說安祿山敲響唐朝的喪鐘，不合理吧？其實我們要這麼看，帝國和人一樣，不光要活着，還要講究點生活質量。唐朝經安史之亂，已經像風燭殘年的老人，毫無尊嚴和生活質量可言了，跟死亡只差了一口氣而已。那麼唐朝就一點也沒有挽救行動嗎？當然有，只是每一次努力都使大唐向深淵之中下滑得更深。唐玄宗李隆基死後，為後代留下的最寶貴遺產就是寵信宦官。雖然他的後代試圖挽救日漸西山的帝國，但有幾個嚴重的問題始終擺在眼前。首先是國家財政枯竭，安史之亂死人太多，國家人口銳減，收不上來稅。朝廷把目光對焦至東南沿海和江淮一帶的鹽稅和漕運，但這裡的錢想運到中央政府，中間又隔着一大堆藩鎮和節度使，雁過拔毛，層層盤剝，到了朝廷仍然剩不下多少。其次是戰鬥力喪失，雖然重新組建了名為神策軍的中央禁軍，但唐德宗時期過分寵信宦官，導致神策軍指揮權落入宦官手中，連軍中的2個最高長官神策中尉也是由宦官擔任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宦官從奴隸到將軍的轉變，有兵就有話語權。宦官開始興風作浪，唐順宗被逼退位，唐憲宗暴死也很大概率是宦官下的毒手。唐敬宗又是被宦官直接殺死。唐文宗想扭轉這一局面，除掉这些宦官，最後卻在甘露之變中功敗垂成，在宦官的軟禁中鬱鬱而終。臨終前留下一句很著名的話，大意是：我連漢獻帝都不如啊！僅一句便道盡一國之君的悲涼。更荒誕的是，皇帝想解決外部節度使的問題，就要依仗宦官手中的神策軍，按下葫蘆起來瓢，皇帝手中的實權越來越小。比如德宗李氏，在公元781年，趁承德節度使李寶臣去世，拒絕他的兒子繼任，想借機收回這塊地盤的控制權。結果承德、魏博、資表3南東道4鎮聯合反叛，也就是史稱的4鎮之亂。在宦官領導下的神策軍完全沒有戰鬥力，連老家長安都丟了。德宗狼狽地直跑到奉天，才勉強站住腳跟。此後20年，朝廷怕惹翻這些不安分的节度使，再也不敢提削藩的事情了，倒也相安無事，並在此期間積累了不少財富。到了憲宗李純時期，手裡有錢了，又想收復河山，在806至820年間，連續平定了西川、鎮海、淮西，甚至一度連和碩3鎮也被他打老實了。這段時間就是史稱的元和中興。其實這只是大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，
因為那些昔日掌握實權的宦官又坐不住了，覺得皇帝越來越精神，自己早晚被清算，於是發動政變，殺死了唐憲宗。憲宗一死，各地藩鎮和節度使又恢復了以往的桀驁不馴，宦官重新掌握生杀大權，幾股宦官勢力甚至在朝廷內部也形成了軍閥化的割据局面。此後繼位的幾位皇帝只剩下一個牌位，大唐的命運苟延殘喘了幾十年，給他把管子的人終於出現了。說到這裡，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黃巢起義。為什麼會發生黃巢起義？上面說的一系列事件已經揭曉了答案。國家上層都亂成這個樣子，老百姓當然是民不聊生。黃巢起義不是從天而降的暴民，是一個帝國走向末日的路程中，民間積累的怨氣和崩潰感一次集中的爆發。說穿了，你們這些當官的，國家好的時候山珍海味，酒池肉林，沒我們老百姓什麼事，現在要垮了，我們卻要跟着倒霉，這合理嗎？黃巢起義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規模大，參與的人數廣，而是老百姓團結起來一鬧，徹底撕下了帝國那層外強中乾的遮羞布。880年，黃巢起義攻入長安，唐僖宗李軒再次出逃，並希望各地節度使幫助朝廷鎮壓黃巢起義。此一時彼一时，唐僖宗這次出逃與德宗那次出逃的背景最大的不同就在於，此時各地藩鎮和節度使早已做大，面對毫无威信可言的朝廷前來求援，他們想的已經不是以往那種擁兵自重了，而是挾天子令諸侯逐鹿天下。奪取唐朝天下的朱溫就是在這個時候抓住機遇，完成了人生的躍遷。朱溫本來是黃巢起義軍中的將領，靠着心狠手辣、雷厲風行，頗得賞識。但在各地節度使聯合絞殺之下，黃巢起義軍這些非正規部隊逐漸處於下風。他見勢不對，帶兵投降了唐朝，被賜名朱全忠，還得到節度使的職位，一夜之間完成了從反賊到官方軍阀的变遷。投降之後開始瘋狂擴張，控制汴州，也就是河南開封，不斷吞併周邊小股武裝勢力。904年，他率軍攻入長安，自稱秦王護駕，鏟除宦官，借機把唐昭宗控制在手中，並效仿曹操脅迫天子遷都。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這裡，曹操是挾持漢獻帝從洛陽遷到長安，朱溫則是挾持唐昭宗從長安遷到洛陽。因為洛陽是朱溫的大本營，隨後就是對宦官、皇親國戚、忠於唐朝的大臣一番清洗殺害，火候差不多了，鏟除唐昭宗和他的兒子李洙，建立后梁。至此，5代十國的序幕被正式拉開。之後發生的事情在之前的節目講過，下面我們開始說說趙匡胤。960年陳橋兵變，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，經歷了5代十國的腥風血雨。趙匡胤太清楚亂世的症結所在了，所以他上位後第一件事就是趕緊解決藩鎮和牙兵的隱患。換句話說，沒有961年的杯酒釋兵權，宋朝還是會延續以往的老路，宋朝也只能成為第6代，而不是5代十國的終結者。所以說宋朝重文輕武，在制度上刻意壓制武將这些表象，是被5代十國的血腥教訓逼出來的。5個朝代的更替，包括趙匡胤自己上位，全是武將兵變。所以趙匡胤建立宋朝的第一天起，核心目標應該就是絕不能讓武將有造反的條件。除了杯酒釋兵權，他還採取了哪些辦法呢？首先就是分權，三衙也就是殿前司、侍卫卿軍馬軍司、侍衛卿軍步軍司負責統領禁軍，但只有帶兵權，沒有調兵權。樞密院掌管調兵權，但全是文官，手裡沒兵，由此形成了兩邊互相制約，想調動軍隊做事缺一不可。同時，軍隊不在一個地點長期駐紮，定期換防，換防的同時還要換領導，士兵和將領之間互相不認識，沒等混熟又換人了。趙匡胤這套設計可謂深得體會，如果部下沒有鐵桿，忠誠度不高，
當初他和劉知遠自然也就沒有造反的條件了。禁軍他如此安排一番，然後開始改動地方機制，原有藩鎮的最高長官一律由文官擔任，財政賦稅大部分上繳中央，節度使手裡沒權也沒兵，自然沒有了造反鬧事的條件。不過弊端也很明顯，那就是文官不懂帶兵，外行指導內行，造成武將懈怠，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。所以北宋之後，對遼、金和西夏的各種戰役中，幾乎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成績。宋朝統治者看到這一問題了嗎？當然看得到，即便之前沒意識到靖康之恥，也應該讓他們清醒了吧？那為什麼直到南宋末年，他們仍然貫徹這種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呢？很簡單，宋朝皇帝算過這筆賬，打仗輸了，最多割點地，賠點錢，皇帝接着奏樂，接着舞，武將造反，那可是直接能要皇帝命的。两害相權取其輕，說穿了，還是五代十國留下的心理陰影。說到這裡，到了總結的時間，為什麼會出現五代十國？因為這是自西魏開始一系列兵制、土地、財政、邊防等問題累積的結果。從宇文泰把士兵制改為府兵制，就注定會發生後面的亂局，埋下罌粟的種子，即便開出的花很美，但終究不會長出善良的果實，只不過這顆種子的生長期更漫長一些而已。那為什麼五代十國這樣的亂世後面再也沒出現過？這要歸功於趙匡胤系統性的摧毀了藩鎮節度使賴以生存的制度土壤。後世的明清兩朝也沿襲並加強了這套制度，沒有一方大員擁有挑戰中央政府的實力，所以後面的王朝要崩也是直接全崩，不會出現群雄并起的局面。重點來了，趙匡胤如此功績，為什麼沒有與秦皇漢武一樣位列千古一帝呢？答案並不複雜，那就是因為歷史背景不同。與其說趙匡胤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，我覺得把他評價為極其成功的、有明顯取捨的制度型開拓者更為恰當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首先說他的功績，那就是結束亂世的同時，為後世提供了一個低成本、可複製的管理國家方式。但提高了政權的穩定性的同時，重文輕武也導致軍事效率明顯下降。北宋對外族處於被動狀態，戰略上長期劣勢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文治很好，武功不突出，與秦始皇、漢武帝這種開疆擴土型的皇帝相比，維度本身就有問題。況且話說回來，從唐末的局勢來看，安祿山不反，別人也會反。朱溫不篡唐，也許這個人就是李克用。同樣的，趙匡胤如果陳橋兵變失敗，遲早還是會有一個人站出來終結亂世，重建中央集權的邏輯。世界不可能永遠這樣亂下去。後世之所以很多人比較喜歡趙匡胤，分析其中最大的原因，並不是因為他當了皇帝，而是他把血腥的事情變得溫和，把世界從混亂拉回秩序的同時，自己也沒有成為一個純粹的權力動物，仍然保留有人性光輝的一面。這也是整個中國歷史的帝王中很稀缺的品格，正是殘壘連荒草，風沙捲寒煙，五代爭雄如夢，一瞬換人間。陳橋夜深水雨，杯酒輕收兵權，江海自平藍。不是無鋒刃，受處最凄然。問前事，埋荒草，月空懸。長風吹盡烽火，只剩晚山寒。玉石興亡何在？一片秋聲裡，落葉滿長川。功過人間事，獨立晚風前。